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纺纱机。1764年，一个叫詹姆斯·哈格里夫斯的英国工匠发明了它。哈格里夫斯是个手织工人，不是科学家，没受过什么教育。据说有一天他回到家，不小心踢翻了妻子珍妮正在用的手摇纺车，纺车倒在地上，但轮子还在转。他注意到一件事儿：纺车立着的时候，锭子是水平的，一次只能纺一根纱；但纺车倒了之后，锭子变成了垂直的，而且还在正常转动。他突然想到，如果把好几个锭子竖着排成一排，用同一个轮子带动，一个人不就可以同时纺好几根纱了吗？这就是珍妮纺纱机的全部原理。就是这样一台机器，到1788年，英国已经有超过2万台珍妮机在运转，法国呢不到900台，不到英国的5%，印度呢1台都没有。你可能会想，是不是英国人把技术封锁了，机器传不出去？英国确实封锁了，那个时候从英国出口机器是违法的，但这没有挡住法国人，他们拼命想要这台机器。1771年，一个叫约翰·霍尔克的人从英国把一台珍妮机偷运到了法国。这个霍尔克本身是个英国人，因为政治原因流亡到法国，后来被法国任命为外国制造业督察，专门负责从英国偷技术。他把儿子派到兰开夏郡去摸底，他儿子带回来了一台珍妮机，法国人如获至宝，复制了这台机器，分发给生产商，甚至拿出国家补贴鼓励大家用。结果呢，大工厂装了一些，小作坊看都不看一眼，他们算了算账，决定继续用老办法，雇人手工纺。问题出在哪儿？我们来算一笔账。一台24锭的珍妮机在英国大概值70先令，换算成便士就是840便士。一个英国纺纱女工一天的工钱大概7便士，也就是说，一台珍妮机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女工120天的工钱。珍妮机能让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，也就是说，每天帮你省下2个工人的工钱。按英国的工资水平，买一台珍妮机大概134个工作日就能回本，之后就是纯赚，投资回报率大概38%。同一台机器搬到法国，法国女工的工资只有英国的1半不到。你用机器替代他们，每天省下来的钱少得可怜，算上买机器的钱、维护的钱、场地的钱，省下来的那点工资根本覆盖不了多少。同样一台珍妮机，在法国要311个工作日才能回本，回报率只有2.5%。搬到印度呢？印度纺纱工的工资更低，算下来回报率甚至是负的。买一台珍妮机不但赚不到钱，还亏钱。同一台机器在英国是一笔好生意，在法国是鸡肋，在印度是赔本买卖。差别在哪儿？一个重要的变量，工人的工资。英国工人贵，替代他们省下来的钱多，机器就划算；法国工人便宜，替代他们省不了多少钱，机器就不划算。这道算术题听上去很简单，但它恰恰是理解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的关键，因为它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：英国工人的工资为什么会比法国高出那么多？英国工人的工资比法国贵1倍。这件事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奇怪的，毕竟在我们的印象里，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，是曾经统治了全球1/4土地的日不落帝国。一个这么强的国家，工资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这样想就是把结果当成了原因。这就像是说，一个人有钱是因为他住在别墅里，但他是先赚到钱才买的别墅，你不能拿别墅来解释他为什么能赚到钱。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日不落帝国是好几百年演变之后的产物，是一个结果。而工资高这件事恰恰是这个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。我要理解英国的工资为什么这么高，我们得把时间倒回到600多年前，来看看一场牌局。14世纪初的欧洲，如果你要画一张经济实力的地图，中心在地中海沿岸，意大利是那个时代的绝对霸主。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3/4的人口是农民，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出生的村庄，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像样的路，没有排水系统。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城市，在14世纪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存在。但佛罗伦萨有将近10万人口，有铺过石板的街道，有银行，有国际贸易网络。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给欧洲各国的国王贷款，威尼斯的商船队垄断了地中海的贸易航线。一个米兰建筑工人的收入能让他的家庭过上远超温饱的生活。今天你去佛罗伦萨看到的那些大教堂和宫殿，很多就是那个时代建的。除意大利外，当时还有一个地方叫低地国家，也就是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。在中世纪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。布鲁日是当时整个西北欧最繁忙的贸易港口，根特的毛纺织工厂向全欧洲出口布料，这里的工人工资比欧洲大部分地方都高。而英国呢，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岛国，没几个像样的城市，在这张地图上，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。然后到了1348年，一切都被打乱了。黑死病从地中海沿岸登陆，在3年之内席卷了整个大陆。这场瘟疫杀死了欧洲大约1/3的人口。英格兰受灾尤其严重，人口从大约370万跌到220万，接近40%的人死了。
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但灾难过后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，活下来的人突然值钱了，人少了，劳动力稀缺了，工资就开始飙升。地主需要人来干活，但能干活的人少了一大半，你不给高工资，工人就去隔壁给别的地主干。全欧洲的工资都在涨，英国涨了，法国涨了，意大利涨了。如果说黑死病之前的欧洲是一场已经打了很久的旧牌局，那这场瘟疫就是把牌桌掀了，旧的格局被打碎，工资开始飙升，所有人重新站在差不多起跑线上。但这场新的牌局有一个问题，工资涨上去之后，人的日子开始变好了，可以吃饱饭了，孩子的存活率就开始变高了，人口就开始增长了。但土地就那么多，技术也没有大的突破，同样的资源要养活更多的人，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就少了，工资就被一点一点压回去了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发生了饥荒或者瘟疫，人口减少，劳动力就变得稀缺了，工资就会涨上去。但涨上去之后呢，日子变好了，人口又开始恢复，工资又跌回来，涨上去跌回来，涨上去再跌回来，这个循环卡住了人类几千年，经济学家管它叫马尔萨斯陷阱。这就是这场牌局的隐藏规则，不管瘟疫把你的工资推得多高，只要你的经济增速跑不赢人口增速，马尔萨斯陷阱就会把你拖回去，你就出局了。第一批出局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，15世纪之后人口开始恢复，意大利的工资开始回落，法国的工资也开始回落，德国、奥地利、波兰全部回落。米兰建筑工人的实际收入在200多年里跌了将近一半，陷阱重新合上了。但这场牌局才刚刚开始，因为15世纪末一个全新的变量出现了，大航海时代。牌桌上突然多了一整副新牌，谁能抢到谁就有机会翻盘。1492年，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抵达美洲，几十年的时间，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，拿到了整个美洲大陆，沉船的白银从新大陆运回塞维利亚，西班牙一把抓住了这副新牌里最大的那一张。但这张牌害死了西班牙，白银涌入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市面上突然多了大量的钱，但能买到的东西并没有变多，钱就变得不值钱了。物价飙升，西班牙的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，原材料价格也涨了，结果就是西班牙生产任何东西的成本都比别的国家贵。同样一匹布，西班牙产的比英国产的贵得多，在国际市场上完全卖不动。但问题的根源比通胀更深，西班牙的财富是从地里挖出来的，不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赚出来的。白银从美洲运回来，流进了王室的战争金库和贵族的宫殿，没有变成工厂，没有变成就业，没有让城市里的制造业扩张，没有拉动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。马德里确实在膨胀，但它是靠美洲的财宝堆出来的政治首都，不是靠制造业和贸易撑起来的经济中心。一旦白银的流入放缓，整个体系就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。当时的西班牙就像一个中了彩票的人，拿着奖金大吃大喝，但从来没有用这笔钱去开一家店，做一门生意。钱花完了，他比中奖之前还惨，因为他在大手大脚的那些年，连原来赖以糊口的手艺都荒废了。拿到最大一张牌的玩家反而最先出局，而英国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。黑死病之后，英国的大量农田没人种了，地主发现与其让田荒着，不如改成牧场养羊，因为养羊不需要太多人手，于是几百万英亩的耕地变成了牧场。然后一件没人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些牧场原来是种粮食的好地，土壤肥沃，草料充足，羊吃得好了，毛就长长了。从14世纪到17世纪，英国羊的平均羊毛重量翻了1倍，长毛适合做一种新的轻薄面料，叫金纺毛织品。你可能会想，羊毛面料能有多大的市场？今天羊毛在全球纺织业里只占大概4%的市场份额，大概是你衣柜里一件大衣的材料。但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，这个比例完全反过来，棉花、丝绸、亚麻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面料，要么稀缺，要么昂贵。羊毛是唯一覆盖所有阶层的面料，从农民到贵族，穿在身上的大概率是羊毛。它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电子产品加服装产业的合体。佛罗伦萨、布鲁日、根特这些中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城市，全是靠生产和卖羊毛织物发家的。谁控制了毛纺织业，谁就坐在牌桌的中心。而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，英国原来只是一个卖原材料的角色。中世纪的英国出口的是未加工的原毛，意大利人和低地国家的商人买回去，加工成精美的布料，再高价卖到全欧洲。但14世纪中期，英国国王做了一件事儿，动机很简单，他需要钱打仗。1337年，英法100年战争爆发，英国国王爱德华3世要跟法国争夺领土，军队、武器、粮草，样样都要钱，钱从哪儿来？羊毛是英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，是最肥的一块税源，所以政府对原毛出口一轮一轮的加税，到1347年，税率已经高到了出口价值的1/3。这个税的初衷只是搞钱打仗，
但它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。商人发现直接卖原毛已经不划算了，税太重了。但如果把羊毛在国内加工成布料再出口，成本不在征税范围内。于是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在英国本土加工羊毛，制造业的工作和利润就这样被留在了英国。出口税加上黑死病送来的长毛羊，英国手里的牌开始成型了。英国人用这种更好的羊毛做出了比意大利人更便宜的金纺面料。到了17世纪，英国的金纺毛织品把意大利人从欧洲市场上彻底挤了出去。到17世纪末，羊毛制品占了英国出口的将近70%，一个原来只能卖原材料的岛国，变成了欧洲纺织业的新霸主。伦敦成了整个欧洲毛纺织贸易的枢纽。而出口需要码头工人、船员、仓库管理员，船员需要食物和酒，这带动了餐饮和零售；商人需要住所，带动了建筑业。毛纺织贸易拉动了伦敦的第一轮扩张，让英国赚到了第一桶金。伦敦的扩张带来了更多的船、更多的水手、更多的资本。有了这些，英国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。到了17、18世纪，牌局进入了更残酷的阶段，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争夺。英国在北美建立了一连串的殖民地，在加勒比海拿到了产糖的种植园岛屿。1757年又征服了印度的孟加拉。拿到殖民地之后，英国政府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儿，把殖民地的市场锁死给本国商人。怎么锁呢？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，殖民地的原材料只能卖给英国商人，殖民地需要的制造品只能从英国买。说白了就是，你是我的殖民地，你的糖、烟草、棉花只能卖给我，你要买布、铁器也只能从我这儿买。这样一来，英国的制造业就有了一个被法律保护的、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。这跟西班牙的玩法完全不同。西班牙从殖民地运回来的是白银，是现成的财富，花完了就没了。英国从殖民地得到的是市场和原材料，是一个持续运转的贸易循环。英国往殖民地输送毛纺织品、铁器、各种制成品，殖民地往英国输送糖、烟草、茶叶、香料。每一轮贸易都在拉动伦敦的就业。伦敦不只是出口枢纽了，它同时变成了整个欧洲的转口贸易中心，把从亚洲和美洲运来的殖民地商品再转卖到欧洲大陆。到18世纪初，伦敦1/4的劳动力在航运、港口服务和相关行业里工作。城市化从伦敦向全英蔓延，利物浦、布里斯托这些港口城市也跟着崛起。在这一轮的帝国争夺中，法国是英国最大的对手之一。法国在北美也有殖民地，在加勒比海也有种植园岛屿，在印度也有据点。但法国有一个先天的劣势，人口太多。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3到4倍。同样规模的海外贸易，收益摊到每个法国人头上，远不如摊到每个英国人头上来得多。同样的贸易规模，在英国能带动更多人进城找工作，在法国这个效果就弱得多。而且法国在7年战争中败给了英国，丢掉了北美和印度的大片殖民地，法国出局了。2轮扩张叠加的结果是惊人的。伦敦的人口从1500年的5万涨到1600年的20万，1700年超过50万，1800年接近100万。一座城市300年里膨胀了将近20倍。全英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500年的7%涨到1800年的29%。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在30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城市越大，需要的工人就越多，只要这个需求增长的比人口增长更快，工资就跌不下来。毛纺织品贸易和帝国贸易2轮扩张持续了300年，恰好提供了这个条件。英国的工资在这500年里没有被马尔萨斯陷阱拖回去，但英国不是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国家，牌桌上还有另外一个对手——荷兰。荷兰的面积只有英国的1/几，没有金矿、银矿，没有广袤的农业土地。但如果你仔细看看荷兰手里的牌，你会发现一件让人意外的事儿。英国能赢到现在靠的那些东西，荷兰几乎全都有。英国靠毛纺织品出口赚到了第一桶金，荷兰呢？低地国家在中世纪就是欧洲纺织业的重镇，布鲁日和根特的毛纺织工厂闻名全欧，生产效率跟英国一样，是欧洲最高的。英国靠殖民地和海外贸易拉动了第2轮扩张，荷兰呢？17世纪初，荷兰人用武力从葡萄牙手里夺走了亚洲的殖民地，阿姆斯特丹成了全欧洲热带商品的批发中心。荷兰的全球贸易网络不比英国小。英国后来通过3次英荷战争和一系列航海法案，才把荷兰人从大西洋贸易里挤出去。荷兰的城市化也比英国更早更快。1500年，英国只有7%的人口住在城市，荷兰已经达到了29%。到17世纪，荷兰是全欧洲城市化率最高的地方，工资也是全欧洲最高的。你发现了吗？英国能走到这一步，靠的每一张牌，荷兰手里都有。如果你在17世纪问一个欧洲人，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，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说荷兰。但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荷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在这场牌局里的最后一轮，英国摸到了一张荷兰没有的牌，这张牌叫煤炭。伦敦的爆炸性增长创造了对燃料的巨大需求，几十万人要取暖，要做饭，周边的森林砍得差不多了，木材价格飙升。煤炭其实一直埋在地下，中世纪就有人在小规模开采，但没有人愿意用，因为煤烧起来有刺鼻的味道，烟雾有毒，在传统的房屋里根本没法烧。直到木材贵到没办法了，伦敦人才慢慢摸索出了用壁炉和烟囱烧煤的方法。而英国北部恰好有大量浅层煤矿，开采成本极低。从纽卡斯尔出发，煤炭可以通过海运廉价的运到伦敦。就这样，伦敦的家庭用煤需求把整个英国的煤炭产业带动起来了。到18世纪初，英国的煤炭产量占了全世界的绝大部分。荷兰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，城市扩张，木材不够用。但荷兰摸到了一张不同的牌。荷兰地底下有大量的泥煤，泥煤是一种沼泽里沉积了几千年的有机物，可以挖出来晒干了烧。它不像煤炭那样有刺鼻的硫磺味，价格也很便宜。所以既然泥煤又便宜又好烧，为什么还要费力去挖煤矿呢？所以荷兰从来就没有发展出煤炭产业。这个在当时看起来完全合理的选择，在100年后变成了致命的缺陷。泥煤能烧水能取暖，但它有一个根本的局限，热量不够集中。你用泥煤给家里生个火没问题，但要大规模的给工厂提供动力，泥煤就远远不够了。而英国的煤炭已经有了一个运转了100-200年的成熟产业。产煤区的煤炭便宜到什么程度呢？18世纪初，纽卡斯尔附近每100万英热单位的煤只要1.5便士，巴黎是19便士，超过10倍。荷兰的泥煤虽然日常使用不贵，但在大规模工业应用上根本比不过英国的煤炭。荷兰有高工资，但没有廉价的工业能源。500年的牌局，荷兰几乎每张牌都跟英国一样，但差了最后一张，最后一个对手出局了。打到这里，桌上只剩英国一个人了。到18世纪中期，英国形成了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价格结构，工人的工资大概是欧洲大陆平均水平的2倍，而产煤区的能源价格是巴黎的1/10。高工资加廉价能源，这个组合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。在这个价格结构下，一件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划算过的事情，突然变得有利可图了。花钱造一台机器，用廉价的能源驱动它，让它替代昂贵的工人。这个逻辑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在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它不成立。工人太便宜，替代他们省不了多少钱；能源太贵，驱动机器的成本太高，造机器是亏本的。没人会花几年时间砸几百英镑去研发一台赚不回来的东西。但在18世纪的英国，这笔账第一次算得过来了。经济学家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，叫诱导性创新。说白了就是机器不是被天才的灵光一闪发明出来的，是被价格逼出来的。工人太贵了，造一台机器来替代他们，有利可图，自然有人就会去造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对劲。我们通常听到的叙事是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，技术革命的背后是科学革命，科学家们揭示了自然的奥秘，工程师们把这些知识变成了蒸汽机和纺纱机，科学推动了技术，技术推动了工业革命。这条因果链听起来天经地义，科学确实提供了基础。16、17世纪的科学革命给人类留下了一个知识工具箱，没有这些知识，蒸汽机不可能出现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但你仔细想一下，科学革命里那些最响亮的名字，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是波兰人，用望远镜证实日心说的伽利略是意大利人，建立现代哲学和数学基础的笛卡尔是法国人。蒸汽机背后的关键知识大气压力是意大利人托里切利发现的，用蒸汽机做功的原理是法国人帕潘提出的。科学革命的中心在欧洲大陆，不在英国。英国唯一一个能排进这个名单的是牛顿，但牛顿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，他没有造过任何一台机器。如果科学是决定性因素，那工业革命应该发生在意大利、法国或者德国，但它偏偏发生在英国。这说明触发工业革命的一定有科学之外的其他因素。再看看那些真正造出机器的人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哈格里夫斯，据说可能是文盲，一辈子是手织工人。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是裁缝的儿子，自己当过理发师学徒。这些人不是浸泡在启蒙文化里的绅士科学家，他们是工匠，是手艺人。很多人连基本的科学教育都没受过。蒸汽机的发明者纽科文也是如此，他是德文军的一个铁匠，不是科学家。他可能间接接触到了一些大气压力的知识，但他自己既不懂数学也不懂物理。当时的科学界甚至看不起他，觉得他和他的助手完全是靠运气碰上了正确答案。纽科门花了10年时间，靠反复试错，才把一台能运转的蒸汽机做了出来。驱动他的不是科学好奇心，是商业回报。英国有全欧洲最大的煤矿产业，煤矿需要排水，蒸汽机有市场，而且最早的这台蒸汽机效率烂得惊人，烧掉的煤炭量是产出动力的几10倍。
在任何煤炭价格正常的地方，这台机器都是亏本买卖。但在英国北部煤矿旁边，煤炭几乎是免费的，烧的是卖不出去的废煤，效率低也没关系，用机器仍然是合算的。到1800年，英国装了2500台蒸汽机，法国装了大概70台，整个欧洲大陆加起来不到300台。科学提供了工具箱，但工具箱人人有份，打开它的动力是价格，只有在英国，打开这个工具箱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开头我们讲了纺纱机的故事，现在又看到了蒸汽机的故事，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，完全不同的机器，背后是同一个逻辑。在英国的价格结构下，所有能用能源和机器替代昂贵劳动力的发明都有利可图。这不是一两个天才的偶然成就，是整个经济体系在系统性的召唤这些机器出现。而这个逻辑接下来制造了一个残酷的闭环。1780年代，纺纱机在英国大规模投入使用，工厂纺纱取代了家庭手工纺纱，纺纱产量暴增，价格暴跌。纱线多了，就需要更多的人来把纱线织成布，但织布这个环节还没有被机械化，只能靠人手一梭一梭的织，所以对手织工人的需求开始猛增。1780年，全英国大概有3.7万个手织工人，到1820年涨到了24万，人数在40年里翻了6倍多。人手不够，工资就飙升。1770年代，一个手织工人一周的收入大概跟一个建筑工人差不多。到了1800年前后，他的收入涨到了建筑工人的2到3倍。在那个年代，大多数体力劳动者需要全家人一起干活才能勉强糊口，而一个手织工人一个人的收入就能让全家过上体面的生活。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手织工人的黄金时代。到18世纪末，机器正在各个行业里铺开，纺纱已经被工厂接管了，蒸汽机在给煤矿排水，在驱动工厂，英国的生产效率开始加速，整个国家的产出在增长，财富在增长。而这一切当中过得最好的那些手织工人，他们刚刚拿到了这辈子最高的工资，坐在自家的织布机前，一梭一梭地织着布。他们的妻子在准备晚餐，桌上有白面包和牛肉。他们的孩子在上学，他们以为好日子才刚刚开始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正是他们手里这份丰厚的收入，正在让一件事变得划算，用动力织布机大规模地替代他们。在接下来的20年里，他们的工资将从建筑工人的3倍跌到建筑工人的1/3。24万手织工人里的绝大多数将在贫困中度过余生。而手织工人不是第一批，纺纱女工已经被蒸汽机替代了，花边女工正在被机器织花边替代。一个又一个行业，同样的故事在重演。机器来了，旧的工作消失了，新的工作出现，技术在进步，经济在增长，生产力在提升，但被机器取代的人去了哪里？下期视频我们来看看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进步实验，到底把果实分给了谁，又把代价留给了谁？